你对字画这么精通，还会开车，又是神枪手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是干啥的？黄河字画店老板。我看不像。为啥不像？反正我觉得你就不是一般人。艺多不压身嘛，有啥可奇怪的？你说兵荒马乱的，一个男人，是不是应该学会开枪？是不是应该学会开车呀？嗯，那你还有啥本事啊？没有了。嗯？真没有了？你不能骗我，我可是听过你的。你听见没有？哎，开车呢。哎。说真的，我还担心你今天不来了呢。那你就太不了解我了。我田彩霞答应的事情，我是绝对不会食言的。我也是。我在新巴士说的话，都是真的。哪句话？我要娶你。董老板，不要再提这件事了，好不好？言由心生，你懂不懂？发自肺腑，你懂不懂？在新巴士我说要娶你，当时确实是想让郭市长把你放出去，可是回家以后，我仔细想了想，我说的这句话并不是贸然的。我老婆死得早，这么多年来，我都是跟着女儿相依为命，所以一直没找。啊不，也不能说没有找，只是没有合适的。有时候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找个啥样的女人。以前流行门当户对，现在流行共同语言。女的想找个有钱的，男的呢想找个漂亮的。唐明皇找了杨贵妃，可是到最后还是把她给卖了。临死的时候还假装哭哭啼啼地说：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”而你呢，在鬼子面前不顾自己的安危，去为另外一个人着想。你说，像你这样的人不娶，我更待何时？董老板，你真的不了解我。你知道我以前是做啥的？结过婚没有？有过娃没有？我娶的是你这个人，而不是你的过去。我只希望你平安，只希望我们能好好的过下半辈子。我不要求你马上答复我，但我这句话绝对是认真的，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。董秋实啊，你一旦知道是我杀了你父亲，你恨不得杀我8次。天哪，我该咋办呢？你怎么会喜欢上我呢？中国人绝对想不到大日本皇军会出现在陕西，绝对不会有军队押送，最多10几个保镖。我们最好不要开枪。中国人都是绵羊，他们只会咩咩地叫着，流着眼泪求饶。把他们统统的给我刺死，烧毁所有的物资和汽车，用刺刀就可以，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大日本武士道的精神。突然停车了。有人拦车。掌柜的，看来是碰到你的同行了。
统统的给我下车！没听说这一带有土匪啊？瞧这架势，像是来者不善。没事儿，我要是跟他们报上我的名字，肯定把他们的尿都吓出来。下来，赶快给我下车！弟兄们，你们是哪个山头的呀？我是黑龙潭的大掌柜，这是给抗日前线运送的物资。那么多废话干什么？鬼子，衣服里面有军装。这哪来的鬼子？统统的给我下车！苗苗，一会儿不管发生啥事情，都不要下车。那你呢？曹，他们是给前线送弹药的。都给我上！碰着小伙了！机枪，放手！老子跟你拼了！大嘴，给我回来！大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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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嘴！大嘴，我的好兄弟，你在天之灵听着，你的老婆和娃，我天才侠管到底了。我要是食言的话，就天打五雷轰。大嘴兄弟，一路走好。今后我一定会为你多杀几个日本人，替你报仇。大嘴，老子把日本鬼子的皮扒了，给你点灯照路。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田虎，
吕新元同志，你这次打得过瘾了，威风了。可你想过没有，董秋实咋看你？田彩霞咋看你？你的身份是开字画店的人，可你在他们面前表现得像个战斗英雄，冲锋陷阵。你这样，谁还会相信你是字画店的老板？可是我碰到日本鬼子，你让我咋办？我不能等着让日本鬼子把我打死吧？再说了，还有那么多前线急需的物资呢。那你想想，这件事要是传到了警察局，传到了辛巴师呢？当时的情况来不及想那么多，我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。你知道那天晚上我是怎么过的吗？你说去杀金宵一去不回，鬼子的飞机又来轰炸。对不起，马明明同志，我让你担忧了。那天要不是空袭警报，金宵就死定了。是我运气不好。你还想杀了他？当然了，不过我得想个巧妙的办法，我让他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这个秦元可真不简单呐！你说，当我们的车队遇到鬼子阻击时，他是那么的冷静，一点恐惧都没有，这哪像是一个文化人？按说田彩霞的枪法准，那情有可原，他自己都说了，土匪是靠枪法活命的。可秦元从没有提起他打过枪。也许他天生就是打枪的料呢。你呀，毕竟年轻。你看，人的成功有靠才华、靠机遇、靠勤奋，而神枪手的成功只能靠不停的打枪，靠子弹堆出来。你说，他会在哪儿打过枪呢？